乌克兰又扳回了一局，使用无人机轰炸圣彼得堡。作为报复，俄罗斯又从地下仓库里找出了60年前的巨型导弹，而中东的胡塞武装呢，继续向红海地区发射大量导弹，世界变得越来越混乱，且听大兵慢慢梳理。圣彼得堡，一座伟大的城市，500年前呢就成为了沙皇俄国的首都，并且以彼得大帝的名字命名。在10月革命之后呢，这座城市又改名为了列宁格勒，以苏联的缔造者的名字为这座城市命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呢，圣彼得堡都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城市，也是俄罗斯人精神的象征。虽然在苏联时期，俄罗斯将首都迁至了莫斯科，但直到现在，圣彼得堡仍然是俄罗斯的第2大城市，也是俄罗斯重要的港口、工业和经济中心。然而，就在1月18号凌晨1点，2架乌克兰无人机坠落在了圣彼得堡附近。一架无人机呢是坠毁在了芬兰湾的冰面上，而另一架则坠落到了圣彼得堡的基斯洛夫斯基区，并且发生了剧烈的爆炸。附近的一名俄罗斯女性声称，她感受到了剧烈的摇晃和爆炸。一开始，她还以为是瓦斯爆炸了。由此能看出，乌克兰的自杀式无人机装药量还是非常大的。在第2天，俄罗斯国防部承认，在当天凌晨利用电子战战术击落了2架乌克兰无人机，他们的目标呢是圣彼得堡的石油码头，但并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另外，根据消息人士声称，乌克兰使用的无人机是一种翼展近2米、使用活塞发动机的大型自杀式无人机。但随即，乌克兰方面呢就给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乌克兰战略工业部长卡梅申在18号声称，他们使用无人机摧毁了一个俄罗斯石油基地，这是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采取的一次特别行动。同时，他还声称，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并没有成功拦截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俄乌双方各执一词。现在事件的过程讲完了，大兵呢就以一个军事爱好者的角度说说自己的分析。从地图上看呢，圣彼得堡距离乌克兰边境直线距离就长达870公里。想要在如此远的距离使用无人机这种低速飞机绕过俄罗斯本土层层叠叠的防空系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目前乌克兰大概有2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一种是来自英国的 AQ400 镰刀无人机，这种无人机 2.3 米，弹头重43公斤，最远射程能够达到750公里。使用螺旋桨和燃气活塞发动机作为动力，每架成本是高达3万美元。目前乌克兰部队呢，至少已经装备了400架镰刀。而另外一种呢，则是乌克兰自产的 UG-25 天际线无人机。由于使用涡轮喷气发动机，使这款无人机的最高时速呢能够达到800公里每小时，射程也在800公里左右。在去年12月，乌军就使用过这种无人机攻击过俄罗斯占领的扎波罗热区，但无论哪种无人机，其最远射程都没有达到870公里，而且它们的弹头重量都在30公斤以上。如果在人口密集港口爆炸，可不会仅仅搞出一些爆炸声。关于这种情况呢，大兵认为无非是有2种可能。第一种，乌克兰将弹头换成了轻型弹头，从而获取了更远的航程。以镰刀无人机为例，如果将它的40公斤弹头换成3公斤，其射程延长200公里，应该不是问题。这也符合俄罗斯媒体所报道的消息。另外，我们要注意，其中一架无人机呢是在芬兰湾上空被击毁的，也就是说，这架无人机是从列宁格勒西北方向袭来的。这2架无人机也可能是从芬兰或者爱沙尼亚起飞的，向圣彼得堡飞去的。无论是哪种情况，摆在俄罗斯人面前的事实呢，是圣彼得堡已经面临着乌克兰的威胁。乌克兰部队有能力像俄罗斯轰炸基辅一样，使用无人机攻击圣彼得堡，这将会极大地打击俄罗斯的士气以及社会的稳定度，因为战火已经从乌克兰的国土烧到了俄罗斯人自己家的家门口。可以说，乌克兰对圣彼得堡的攻击虽然物理伤害不高，但是却在所有俄罗斯人的心里敲响了一记警钟。今天乌克兰能够攻击800公里开外的圣彼得堡，明天就能攻击莫斯科、伏尔加格勒。目前俄罗斯的半壁江山都笼罩在无人机的阴影之下。当然，对士气的影响呢，不是立竿见影的，它是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每一个俄罗斯人的心态。也许我们能在乌克兰的春季反攻中看到这种影响产生的后果。
而另一边的俄罗斯，除了在电视上严厉谴责外，还掏出了更多赫鲁晓夫时期的遗产，并且发射到了乌克兰的土地上，宛如在开一场苏联文物展览。接下来，大兵就带朋友们一起看看。在1月19号，乌克兰情报人员发现了大量的俄罗斯巨型反舰导弹的残骸，目前该导弹的型号尚未确定，但大概率是苏联时期的 3M44。3M44 导弹的具体开发时间未知，于1962年在苏军中服役，距今已经有62年的历史了。该导弹长10米，翼展5米，重4到5吨，有效射程仅为460公里。整体设计十分圆润，和现代导弹的气动外形有着较大的区别，充满了冷战时期苏联粗犷的工业设计风格。作为一种巨型陆基反舰导弹， 3M44 需要在配套的陆基发射器上工作。这些发射器被北约称之为 Object 100，它大多数是隐藏在地下，直到发射前才会从地下升起。在苏联时期，这些发射器被部署在克里米亚和基尔丁岛上，用于防备黑海可能出现的变故。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就重新挖坟，恢复了一些 Object 100发射器。根据俄罗斯媒体国防快报报道，目前俄罗斯已经在克里米亚重新启用了8个巨型导弹发射器，并对乌克兰南部港口发动袭击。但很明显这些早就已经过了保质期的导弹，不仅精度极其差劲，而且爆炸药也受潮了，以至于乌克兰情报部门经常能够捡到相对完整的 3M44 的残骸。大兵认为这侧面就说明了俄罗斯目前的武器生产能力已经陷入瓶颈了。虽然网上一直有消息声称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重新振兴了工业，但事实上，除了大量的制作工艺简单、价格低廉的无人机，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几乎是要啥没啥。不说战斗机、预警机这种高新科技，就连主战坦克这种不可或缺的装甲力量，俄罗斯都还在使用苏联时期的 T-72。包括这次使用的 3M44 攻击乌克兰，难道俄罗斯国防部不知道这些导弹过期了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些导弹精度不足，甚至无法爆炸吗？很明显，他们心知肚明。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这些重达数吨的导弹拆除回收，再将钢铁用于制作其他军事装备呢？比如炮弹或者是装甲，既能提高俄罗斯的进攻效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俄军的成本，总比让这些铁疙瘩毫无意义地砸在荒野强吧。从一个军事爱好者出发大兵认为原因可能有2点。一是俄罗斯国内的制造能力已经接近饱和了，就算回收了钢铁，等他们重新被做成导弹或者是子弹，没准俄乌战争都结束了，不如索性废物利用吧，将这些上古老弹射出去，万一砸中了泽连斯基，那岂不是赚了？第2种原因应该是俄罗斯军队懒政怠政严重，俄国防部要求导弹部队每天维持一定的导弹发射频率，以破坏乌克兰的基础设施，从而打击乌克兰国力。但前线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无人机和导弹，或者说那些导弹已经变成了美元，进入了俄罗斯军需官的瑞士银行账户。大兵这里可不是乱猜，贪污在俄罗斯军队中非常普遍。5个月前，第1特种防空军司令康斯坦丁·奥金科少将就因为收受巨额贿赂而被逮捕。这位少将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莫斯科地区的防空，没想到他把4个防空导弹基地当做了不动产卖给了当地黑手党，这直接导致了当年克里姆林宫屋顶的无人机爆炸案。放眼全世界军队，这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所以缺乏导弹的前线部队只能打开尘封几十年的仓库，搬出这些上古老弹，应付工作似的向乌克兰发射。至于能不能产生战果，不是他们考虑的范畴了。反正发射任务是达标了，自己不背锅就行。当然，大兵作为一个军事爱好者，思想还是非常浅薄的。以上全是大兵的猜测如果朋友有什么指正，或者有更有意思的想法，也可以发表在评论区。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俄罗斯军队目前确实是缺乏战争的先进武器装备。那么聊完了俄乌局势，我们再把视角转向中东。1月1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当天他们又摧毁了3枚来自胡塞武装的反舰导弹。这是自13号英美联合对胡塞武装开展军事行动以来，胡塞武装对红海海域发射的第29枚反舰导弹了。
迄今为止，这些反舰导弹呢是没有一艘命中美军军舰，但有2艘无关国家的商船被胡塞武装的导弹命中，所幸呢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美军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仅在16号扣押了一艘伊朗向胡塞武装运输武器的商船。美军在船上发现了大量导弹零件，船上的14名运送人员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很明显，美军并无意再与胡塞武装产生任何军事冲突，其最终目的呢，还是希望胡塞武装停止对无辜商船的袭击，让红海航线恢复正常，维护全球航运贸易。但胡塞武装是很不领情啊！明明对美军航母舰队毫无还手之力，却始终不依不饶地用导弹和无人机挑衅美军舰队。大兵希望胡塞武装能早日停止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一旦美军达到了忍耐的极限，对胡塞发动新一轮的军事行动，那么受到伤害最大的一定也是也门无辜的平民。兄弟们对此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